她虽然是一名黑人女孩，却长得天生丽质，在17岁的年纪充满对爱情的向往。而同村年龄相仿的乔治，则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可就在两人甜蜜的约会时，却被干活的奶奶看到了。奶奶大声的呼喊，让珍妮不得不赶快回家。事实上是不愿意孙女和那穷小子交往，甚至一气之下冒出了很多粗俗的话。You just a nuts fashion boy that breathing bitches wipe his feet on you. Who wasn't wiping his feet on me? You know, the woman is a mule of the world. I ain't mean no harm, Nanny.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harm is, girl. Yeah, you're going to get married right away. 珍妮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还没完成学业就让她结婚，还以为奶奶同意她嫁给乔治了，殊不知却想把她嫁给隔壁村的佃户，因为那个男人拥有60亩地产，况且还有自己的农场，让孙女嫁过去肯定不会吃亏的。但这种擅自做主的行为，直接被珍妮拒绝了，无奈遭到奶奶情绪激动的耳光，同时又把孙女紧紧拥抱。自从珍妮的父母离世后，奶奶只要是自己认为的，都会信手拈来。珍妮也知道这都是为她好。可自己的人生又怎该让别人摆布呢？这一刻，他仰望着上苍，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惆怅，不知今后的命运又该如何。第二天，奶奶陪同孙女在村口等候佃户来接她，并且嘱咐了很多关于持家的事情。而就在这时，那个男人赶着马车准时赶到。然而让女孩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是个年过古稀的老男人。I do. Miss Janie? 正如奶奶所期盼的，珍妮和这个相差40岁的男人结婚了。虽然洛根人很好，也很体贴，也确实在当地有很多良田，但珍妮依然在守候他的爱情。因为上了年岁的洛根，除了一些物质外，在身体上根本给不了他什么。虽然同床共枕，却很难完成夫妻间的礼仪。生活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没有任何意义和风情。而珍妮也只能在工作中为自己找些意想不到的乐趣，仅此而已。而今天丈夫要上镇上买一把犁，应对接下紧张的农耕时刻。珍妮本想和丈夫一起前去，但老男人却让她好好守着家，多干点农活，别成天胡思乱想。等她回家时要吃上热乎的排骨，这明显是限制了珍妮的出行。丈夫传统的思想观念，让还未满20岁的女孩无形中套上了禁锢的枷锁。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她又在猪圈里忙活起来，本想抓头小猪为丈夫准备晚餐，可这些小东西太可爱了，珍妮实在无法下手伤害它们，所以她趁着丈夫不在家，竟然把这些猪仔全都给放了。而眼前这热闹的景象，正好被一位路人发现。男人看她如此糟蹋家里的牲畜，想出手把这些猪仔抓回来，怎奈遭到珍妮的强烈呵斥。No, not if you give him to the fox. I'm trying to let him go. Go down. Go. You think you're being kind to be dead for morning? I ain't kind in no kind of way. Well, your mama and your papa gonna give you hell for setting them pigs free. They dead. And I don't care what my husband thinks neither. Husband? Went to get a plow so I could help in the fields. Good Lord, gal, you ain't got no more business behind the plow than a hog got with a holiday. 珍妮回眸时，略带脏兮兮的脸庞恰好接触男人洁白的手帕，而对方那句"你这么漂亮的女士，每一天都需要呵护"，让心驰荡漾的女孩怎能不为之着迷呢？其实眼前的男人名叫乔，一个从佐治亚州来的商人，他要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那里新建了一座黑人城镇，而在当时的年代似乎有点天方夜谭。然而就在珍妮怀疑对方所说的话时，乔竟然邀请她一同前往去见证一下。女孩很想摆脱这种枯燥的生活，但又碍于她目前是别人的妻子，所以在短暂思绪过后，断然拒绝了男人的邀请。但面对如此美丽的女孩，乔并没有把话说的绝对。他告诉珍妮，如果回心转意的话，明天早上可以在这条路上等他。夜晚，女孩盯着那条手帕，开始变得思绪不安。她试问一旁还未入眠的丈夫，自己将来离开后，你独自会怎么办？ You don't appreciate my good treatment, do you? Oh, it ain't that. You treat me good. It's Janie, I got 60 acres. And I ain't no young man in no kind of way. When I pass, everything I got passes to you. But what if I was to leave you? What would you do? Do what you got to do.
丈夫眼中蕴含着泪水，似乎也看到了珍妮是留不住的。果不其然，珍妮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相对丈夫那60亩地，她更希望自己的人生会改变。于是按照昨天乔所说的，珍妮来到路口去等那个男人，一切都顺理成章。乔也没辜负昨天的诺言，准时驾着马车来接她。珍妮原以为自己会一辈子种地为生，但春天的到来让万物充满了生机。乔给她买了很多漂亮衣服，也预示着她成了乔的夫人。很快，两人来到了黑人新建的城镇，但似乎与预想的完全两样。街边的人无所事事，跟荒郊野外没什么区别，或许跟刚成立1年时间有很大关系。然而当珍妮开口说话时，女孩漂亮的脸蛋很快引起众人的注意，盛情邀请二位到家里吃饭，可直接被乔给拒绝了，因为这群小子只是看他妻子漂亮，不然怎么会对陌生人这么客气呢？ You gonna get me a watch just like that. You ain't got but a fish sandwich to your name. You can't get the likes of her with no fish sandwich. 随后乔经过对众人的打听，原来这块狭小的土地是一个叫伊顿上尉赠予大家的，这根本达不到城镇的规模，但想到得到更多的土地，显然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按商人的头脑思维，他可以用钱购买更多的土地，而其他人则在外面议论纷纷，生怕中间出什么岔子。但事实上没有钱不能解决的问题。乔向窗外守护的妻子露出了笑容，也预示这块土地正式成为他们的了。以后的日子里，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家干活都特别起劲，而乔则成为了黑人城镇的第1位镇长。或许有些人坐上官位才能发挥威力，但乔在珍妮眼中却不同，他随时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二人又在镇上开了自己的商店，成了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而其他人也乐在其中。可这种美好的生活会很快被打破，因为丈夫经常给珍妮购买礼服，让镇长夫人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难免会遭到其他妇女嚼舌根。 You see her parading around up there? I reckon the dress we done made ain't good enough for Mrs. Mayor Stark. She up there with men. Too good to help us out. 而这仅是整个事端的开始。就在当天夜晚，乔举办了城镇合法化的庆功会，所有黑人齐聚一堂，其乐融融。可总有些人喜欢看热闹，其中场下的阿莫斯有些起哄，特意向在场的同胞表示，让台上的镇长夫人也讲两句。珍妮喜欢这样的氛围，也很想和大家分享感受，可她刚一张嘴，却被身旁的丈夫制止了。But Mrs. Mayor Starks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no speech making. I didn't marry her for nothing like that. 听到丈夫这样说自己，这让珍妮难免心里有些失落。尽管庆祝会依旧热烈地进行着，可珍妮却有一股很累的感觉。第二天上午，一堆人在商店门口下棋闲聊，而珍妮和别人放声大笑的声音，让里乌的丈夫心里很不爽，因为妻子的美丽在当地首屈一指，况且都是一群没结婚的小伙子，这难免让乔有些担心。与此同时，阿莫斯的手竟悄悄抚摸妻子的秀发，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妻子与其他男孩谈笑风生，丝毫不顾后面丈夫的感受。当看到有人试图抚摸珍妮的秀发时，丈夫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他愤怒地走出屋外，叫妻子马上离这帮人远点。Ma'am? Tipping your hat to her. She ain't the Queen of England. 珍妮似乎看出了丈夫在生她的气，解释只是想和街坊邻居们走近一点，可乔依旧不依不饶，甚至光天化日下关上了商店的门，而这正是大家想看的热闹。 Looks like Big Mr. Mayor and the missus done had a falling out. 随后，为了能让妻子掩饰美丽，丈夫直接拿出了白色头套，让珍妮像老太婆一样把头裹起来。可她刚满20岁啊，难道只是为了镇长的面子，就甘愿放弃自己的青春年华吗？于是珍妮实在无法容忍丈夫提出的要求，奋力扔下头套后，便打开门跑出了屋外。 Ooh, the devil that got it down. 随后，她径直回到房间，把行李收拾好后，便要离开这个家。不管丈夫如何劝阻，似乎也无济于事了。可离开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她又能去哪里呢？ Get up, me. I'm gonna let you go, but you gonna hear me. All you end up is somebody's good time gal. You know the kind that men use for their pleasure and then toss in the ditch. There you go. 乔说的很有道理，就像她离开前任丈夫一样，摆脱了人生中的枷锁，满心迎接下一段幸福。但事实她还要走之前的老路吗？想到这里，珍妮最终还是放弃了。为了丈夫的形象而妥协，也为了能有一个安定的家庭而做出她青春年华的牺牲。看着路边那群看热闹的邻居，不知作为镇长的乔又会有怎样的感想？现实打败了青春浪漫的理想，珍妮收起了佩戴的首饰，只能把丝巾戴在自己的头上，成为一个压抑狂野之心的家庭主妇。生活日复一日，早餐在清晨，午餐在正午，6点前吃晚餐，天天如此。就这样，
时间来到20年后，如今的黑人城镇今非昔比，珍妮过上了优越的生活，可那只是为了迎合丈夫。珍妮的内心其实一直都很压抑。然而有一天，所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即将被打破。由于丈夫的年龄越来越大，再加上每日暴躁的脾气，工作时难免会力不从心。妻子本想上前帮忙，但给顾客切的烟草着实有点差强人意，这让丈夫丝毫不顾珍妮的感受，当着外人的面出言羞辱。You be around this store till you old as Methuselah. You still won't be learn how to do nothing. Don't be standing there studying me with your pop eyes rolling your little narrow behind. Quit mixing up my doings with my looks then. You must be out your mind talking to me like that. I'm the mayor of this town. You're the one started it. Talking underneath my clothes. Don't be getting all insulted about your looks. You ain't give me no cheering. Now you're an old lady. Nearly 40. Ain't nobody looking at you old as you is. Well, I ain't 40. I'm only 38. You ways past 50. Let's talk about that. This big fat belly you got. You talk a whole lot of brag, Joe. But ain't nothing big about you but your voice. Hell, you pull down your britches and it look like you done hit the change of life. What you say to me? You heard her, you ain't blind. I'd rather be shot dead than hear that about my own self. Jane? What you say to me? Oh. 这一巴掌彻底扇碎了珍妮所有的幻想，就连旁边看热闹的邻居都不敢相信乔何时情绪变得如此狂躁。随后，珍妮为了摆脱丈夫的无情对待，暂时先搬到了朋友家里居住。就连朋友都好心提醒珍妮，乔给她的已经够多了，总以为自己过得不幸福，是因为本身你就不知道满足。事实上，乔对她确实挺好，或许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吧，毕竟双方相差20来岁，难免会在某些方面存在巨大的分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镇上的医生驱车来到家里，显然这是丈夫生病了。于是珍妮在经过多日后，再次踏进那个熟悉的地方，但得到的答案却让人痛心疾首。由于乔身患绝症，医生告知他命不久矣了。或许在这艰难的时刻，夫妻二人能为以前的事达成和解，可双方依然固守己见。珍妮认为自己并不是好妻子，但乔却给了她一个女人所有的梦想。在这20年的日子里，虽然生活有喜有悲，两人经历了很多风雨，可终归结底，丈夫是不了解珍妮的。就像当初带她私奔时的样子，那时的珍妮活泼开朗，性格豪放，而如今在乔的阴影下，完全变了一个人。Shut up! Shut up. You got to die with me being obedient instead of letting me love you. I hope that thunder and lightning kill you. Get out of here. Get out! 本来丈夫还能多活2日，没想到无法抑制的情绪让乔直接闭上了双眼，在无法释怀和痛苦中结束了生命。不管人们在乔生前怎么看他，大家还是出席了丈夫的葬礼，为他哭泣，为他哀悼。因为乔毕竟为他们带来了家，创立了全美第一个黑人城镇，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人替代的。珍妮同样伤感，但在伤感的同时，她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或许在这一刻，她真的自由了。由于丈夫的离世，珍妮终于为自己摘下了头巾。新的一天即将到来，一切都会随之改变的。随后，她来到了清澈的河水中，洗去那附在身上的尘埃，像17岁无忧无虑的少女那样，仰望着上苍，期待着未来，用心感受着新的世界。转眼又过去了1年，珍妮太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了。朋友甚至询问她为何不替死去的丈夫感到伤心时，女人却很直面地回答 I don't care what folks think. And am I thinking? Mourning shouldn't last a second longer than the grief do. 的确结束了，而新的恋情会马上到来。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守寡的女人耐不住寂寞，当看到商店来了一位年轻的顾客，那充满活力的青春气息立刻让干活的女人心驰神往。因为前任丈夫已经去世1年多了，所以珍妮很希望有男人能带给她新的感觉。而刚满18周岁的迪克显然是不二人选，两人一边谈着俏皮话，一边想在商店门口下跳棋。可女人的一个不经意，竟然让自己狼狈地摔倒在地。旁边的迪克很识趣，他把珍妮扶起来后，又在地面上捡掉落的棋子。但眼前那丝毫不拘谨的腿和女人如此放任的样子，让迪克下意识地拍了2下。而就是这轻微的接触，似乎触动了珍妮早已孤独的心弦。她约定和迪克下次见面的机会后，男孩依然恋恋不舍地把她送回到家门口。临走时，迪克故意拉住珍妮的胳膊，深情地道了声晚安。所有暗示的理由都在不经意间流动着，那双眼睛很深邃也很诚实，仿佛也预兆着珍妮将迎来她第3段爱情。事实上，自从女人的丈夫去世后，镇上一个叫阿莫斯的男人一直希望珍妮能嫁给他，即便面对街坊邻居，也毫不掩饰地讨论这个问题。 Yeah, but you know what I'm gonna do? I'm gonna marry Miss Janie. I'm gonna take her over to Chicago, and we're gonna have a honeymoon there. You're gonna have to get her up off her porch first. 第2天清晨，
珍妮就像一个失了魂的小女孩，在门口不知寻觅着什么。当看到迪克从远处走来时，她又假装咬着红苹果，暗自露出了几分笑意。可迪克并未向珍妮的方向来，而是去商店门口与邻居们打招呼。直到有个女人主动向男孩递汽水时，珍妮似乎满心不悦，仅仅一个无关紧要的表象，就触动了女人一颗生气的嫉妒心。可迪克还是在乎她的，从远处呼喊叫她过来下跳棋。珍妮立刻收起惆怅的面容，变得喜笑颜开。I'm sorry, but you don't know Miss Mare Stark, son. She don't play no checkers. She do now. 阿莫斯很认真地教珍妮下棋，可知女人的心思并不在他这，就连迪克刚放下的汽水，珍妮也丝毫不顾别人的眼光，拿起来就一饮而尽。而大家此时也终于知道两人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等到夜晚来临时，迪克特意来商店等候珍妮，一旁的店员甚至害怕老板遭遇不测，主动提议送她回家。殊不知对方二人是两情相悦，这种担心似乎有点多余了。而接下来的夜晚，他们就像一对小情侣一样，说着浓情的字眼。看到路旁一个还未完全成熟的柠檬，迪克把它摘了下来，然后在珍妮的嘴边不断试探，酸酸楚楚的感觉怎能不让这个寡妇有所动容呢？一切都在向美好的夜晚发展。他们在房间内高兴地跳舞，又沉浸在学习钢琴的氛围中。零接触的两人就像干柴遇见了火苗，点燃就在一瞬间。可这时珍妮却莫名其妙地拒绝了。等身体冷静后，她为迪克打开了那扇门。或许是两人年龄上的关系，又或许是对方的甜言蜜语太过熟练，让珍妮不认可这是一段长久的爱情。即便迪克对她表明了真心，承诺了誓言，但珍妮内心依然有所顾虑。而看到男孩愤怒地摔门离开，又让她感到言语过重了。想保留一丝希望时，迪克已消失在了茫茫夜色。难道两人就这样结束了吗？珍妮的纠结似乎让她在这个夜晚很难入睡，可事实上她完全多虑了。第二天一大早，迪克就敲响了珍妮的房门，男孩真诚地向昨天的表现道歉，这让珍妮着实有些出乎意料。And I'm on to tell you my daytime thoughts, seeing as how you don't trust my nighttime ones. You sounded like you needed telling and showing, so that's what I'm doing. 一点浪漫的小心思就把珍妮拿捏得服服帖帖，上来就拽着男孩进去吃早餐。只可惜迪克还得上班，在与珍妮亲切的道别后，就先断然离开了这里。但有了这次情感的小波折后，双方在一起的时间却越来越多。迪克甚至依靠打牌赢了一辆小汽车，载着珍妮在众目睽睽之下，潇洒的去河边野餐。She looks happy. Sashaying off in that pink linen dress. All a man she could get, and she's stepping out with a guy like TK. 以后的日子里，两人成为密不可分的情侣。每当邻居向店员打听珍妮的去向时，女人就再也不顾及商店的生意了。But don't walk yourself home till the morning. Miss May Starks and TK gone fishing. Fishing, huh? Janie and TK gone to Orlando. To the picture show. 每当从路边经过时，珍妮的笑声就从来没停过。大家除了满心的嫉妒，更多的是为这个寡妇担心。而其中有个好友奉劝她，那些不切实际的新体验，或许让珍妮有些迷惑心智。尤其是她死去丈夫留下的积蓄，如今随意的花钱买衣服、买奢侈品，甚至还要和那个男孩私奔，难道就不为将来的生活考虑吗？但珍妮已经无法听从朋友的劝告，她表示是迪克让她重新找回了自己，趁着还未到人老珠黄的年纪，何不享受这快乐的时光呢？ Why, I love tea cake. And I'm gonna be with him. He'll make a fool out of you. 果不其然，珍妮把商店扔给店员后，穿着一身漂亮的连衣裙跟着迪克私奔了。他们在路过的舞厅里忘我的跳舞，然后又在下榻的小旅馆感受彼此。这一夜，珍妮把所有的都给了对方。然而事情并非想象的美好。当第二天珍妮从睡梦中醒来时，迪克竟然没有在她身旁。她打开窗户试图呼喊迪克的名字，但男孩早已不知去了何处。而令她更为揪心的是，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女人在第二任丈夫去世后，爱上了比自己小20岁的男孩，并且把丈夫生前经营的商店只交给了一名店员打理，便跟着小男友开心的私奔了。但珍妮怎么也想不到，仅仅在下榻的旅馆度过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男友迪克却突然不见了。更令她感到意外的是，自己携带的所有积蓄，一夜间也不翼而飞。这显然跟男友脱不了关系。珍妮感觉被骗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想起朋友曾提醒过她的话。That young fella getting ready to snatch. 就在女人为此感到一筹莫展时，迪克竟然醉醺醺的回来了。为此，珍妮赶快询问他的钱，但得到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I lost it. You lost it. Lost it? What you mean you lost it? Mom, listen to me. You ain't gonna make no fool out of Listen to me. me. You know I got away with cards. Now y'all's gonna walk out of here with a few hundred and walk back in here with a few grand.
I was gonna take you to Orlando and buy you lots of pretty stuff. I must have been nervous or something because I couldn't win her hand, Janie. 迪克把所有的钱输得一分不剩，而且还搭进了一辆车。而珍妮也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本想赶快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然而就在他想踏出房门的时候，迪克痛苦的一声惨叫，又让珍妮心甘情愿地折返回来。原来男友胳膊受伤了，是自己故意而为之，就是不想让珍妮看他平庸，从而拖累两人以后的生活。面对失去的身外之物，又鉴于迪克的一片赤诚之心，被爱冲昏头脑的珍妮依然执迷不悟。All you got to give me is yourself. 珍妮选择了原谅，或许是真的深爱这个男孩，让他认为两人之间的感情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他们收起了刚才的不愉快，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珍妮告知男友她在银行还有很多钱，以后的生活完全衣食无忧。但迪克却有更浪漫的计划，他带着珍妮去往乡下一个美丽的地方，靠自己的努力找份工作，过那种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而这也正是珍妮一直所向往的。所以两人开心地来到了这个新建的城镇，一切如预料的完全相同。这里虽然族群多样化，但每个人都乐在其中。珍妮初来乍到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她白天陪同男友去采摘园工作，虽然有些疲惫和污渍，可两人从未彼此埋怨过。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享受各式各样的美食，放松愉快地唱着歌跳着舞，真实地感受迪克给她带来的爱情。可平静的生活往往酝酿着一场暴风雨，很多印第安人准备转移到高地，迪克不解地上前询问，谁知对方竟然说飓风快要来了。对此，很多以往居住的黑人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自从搬到这里，就从来没见过真正的飓风，就连采摘园的白人雇主也对印第安人的看法有所质疑。 Leaving because they say a storm coming. Well, the Indians knew anything, they'd still own this land, now wouldn't they? 可事实上天有不测风云，很快天空乌云密布，并且逐渐刮起了风。一些黑人眼见不好，也开始陆续撤离，甚至有些邻居好心提醒夫妻二人，为了安全还是赶快转移吧。可迪克并没考虑那么多，害怕离开后这2天的工钱无法结算，于是他果断拒绝了邻居的好意。可能这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那批人吧。看着湖面的乌云越聚越多，迪克确实有所担心，但珍妮也没有离开的意思，甚至鼓励男友待在家里会平安无事的。然而这一切真能天随人愿吗？果不其然，夜晚的狂风暴雨如同猛虎般袭来，比想象的更加严重。随着被闪电击落掉在房顶的树枝，珍妮似乎有些害怕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些低洼的房屋此时已被淹没。好在迪克的房子在高处，只是有少许的水涌了进来，而夫妻两人能做的也只是互相安慰，祈求能平安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 This for my man in the middle of a storm, that's all. Supposing he was to die now. Well, it don't matter. Those folks don't die till their time come no way. It's like you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 You really don't care if you die before dusk. I was fumbling around in the dark. God opened the door, and there you was.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so satisfied with me like that. 外面即便水满金山，但两人却丝毫无所顾忌，依然在宣泄着爱的誓言。可直到沿岸的堤坝被洪水冲破，所有美好的幻想即将荡然无存。珍妮在水中拼命地挣扎，高声呼喊迪克的名字，在没有得到答复后，又钻进水里去摸索。随后，她仅凭闪电带来的光点，看到了一个溺水者的身影，试图用手把对方拉起来。可对面的死者似乎并不是迪克，这让珍妮着实吓了一跳。于是她又游出了水面，一边高声叫喊，一边朝着屋顶的方向移动。但令她不曾预料，刚找到一处落手之地，2只凶猛的恶犬便向她撕咬而来。珍妮为了躲避，不得不再次潜入水中。可屋顶的恶犬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况且他们也没有地方去。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迪克拿着匕首偷袭了一只恶犬，却不幸被另一只咬伤了手臂，然后双双掉进了水中。等珍妮顽强地爬上屋顶时，却不见了男友的踪迹。就在女人感到绝望之时，迪克居然从水中冒了出来。随后，珍妮用尽全身力气，把男友奋力拖到了屋顶上，接着又给他包扎恶犬咬伤的手臂。随着狂风暴雨逐渐散去，可蔓延的洪水依旧环绕着房子，就像一个被孤立的小岛。2个死里逃生的人顽强在求生，直到1周后，水渐渐地退了下去，旁边的河流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就像珍妮第一次来到这里一样。而避难的人们又搬了回来，希望残缺的家园能恢复原样。被咬伤的迪克开始在家休养，珍妮本想给他打了一些清水，可男友自从上次的遭遇后，行为举止开始变得不正常。明明是从外地运来的干净水，反而觉得恶心难以下肚。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
男友被恶犬咬伤的第7天，珍妮不得不请大夫来帮忙，安慰伤者的同时，也提醒不要和女朋友同床。这是大夫的缓兵之计，也是对这个病情的无奈之举。于是，在诊断完后，他把珍妮叫出了屋外，显然情况并不乐观，并告诫女人最好把伤者捆起来治疗。珍妮有些诧异，表示自己有很多钱，不管付出多少，她都会竭尽全力的。但事实上，迪克已经快要不行了。No, you don't know my tea cake. He's just a little Some sick, shots that's right all. after could have fixed him up right, but he's liable to bite something. No, he ain't gonna Especially bite. you, No, then just you tell gonna me be in what the to do. same Whatever it fix is, he's I'm in. gonna do it. All right, Janie, it might be too late, all right, but I'll go over to Palm Beach, and I'll get him the medicine he should have had a week ago. All right, it's gonna take me a day or so to get back, so that's the best I can do, darling. 大夫的断然离去，让珍妮更显得束手无策。然而看着迪克那种难受的样子，女人能做的也只有痛心疾首的安慰。随后两人拥抱在一起，回想着往事的点点滴滴，似乎也预示着难以揣测的悲剧。 Every time I see a patch of roses, old spoke themselves making out like they pretty. They told you ain't seen my Janie. 夜晚，迪克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珍妮在帮助他的同时，却从枕头下发现一支手枪，这让他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在第二天清晨，女人把一些钱交给了附近的渔民，请求他赶快把医生请过来。然而这一幕正好被迪克看见，似乎对两人的交谈很不开心。随后，在男友上厕所的时候，珍妮抓住时机，悄悄来到屋内，从枕头下拿出了那把枪，接着又手忙脚乱地取出里面的子弹，因为她不知道被疾病丧失理智的男友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眼看迪克就要折返回来，心急如焚的珍妮最后一颗子弹没拿出来，就赶快又放回枕头下，生怕对方察觉她的行踪。然而迪克已经到了癫狂状态，开始质疑珍妮为何不和他同床共枕。于是为了顺从男友的意愿，珍妮也只好与他一起躺在床上，同时留意到面前摆放着一支猎枪。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就这么相偎在一起。突然外面汽车的一记喇叭声，让珍妮还以为大夫到来了，却不料只是过路的汽车。女人似乎有些失望，殊不知上回那个白人大夫是不可能再冒险回到此地了，被咬一口得不偿失啊。但令珍妮更为意外的是，男友竟悄悄躲藏在她身后，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并且质疑珍妮是不是想和那个渔民私奔。而迪克腰间的手枪让女人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果不其然，失去理智的男友把珍妮推倒在床上后，立即持枪相对，质疑女友是不是要背叛他。情况变得急转而下，迪克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幸亏当初珍妮把子弹取走了，但里面还剩一颗，现在依然特别危险。而珍妮此时也提起了猎枪，一遍遍劝导迪克恢复理智，可男人的病情已经发作，不管女人如何试图唤醒他的记忆，迪克也无法做到了。眼前的珍妮成了虚幻的影子，即便知道所说的话是为了他好，无奈思想控制不了行动，迪克再次把手枪抬起，让两人所有美好的经历都成了难以释怀的记忆。珍妮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打死了他，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痛彻心扉的无奈，也让他从这刻起永远失去了他的挚爱。时间来到1周后，失去所有的珍妮徒步回到了伊顿维尔，这是她第二任丈夫创立的黑人城镇，也是她生活了20多年的家。人们依然在商店门口悠闲自得。对于珍妮小姐突然狼狈的出现，大家并没感到同情和怜悯，似乎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有些妇女假惺惺的上前搭话，有些则毫不掩饰的说着风凉话。Told you she come running back here, crawling back, didn't I? Weighing down her back like some kind of young gal. Where's tea cake at? That's what I want to know. You know, when she with a woman, almost 40. That young boy won't never gonna marry her. 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看热闹，珍妮也有一个真挚的朋友，是她把家里的家具给盖上的，免得被灰尘浸染。You sure look good. Shoot, you look like your own daughter. Girl, you talking like you think I brought you something. I ain't brought home nothing but myself. That's a gracious plenty. Your friends wouldn't want nothing better. Girl, go on and bring me them little rations you done brought in here. 真正的朋友就是在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成为理解他的那个人，但对方却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知道迪克是一个趁虚而入的骗子，为何当初还要和他远走高飞呢？ Why it's done what they think. You don't care what I think neither, do you? You left this town, running off with that no count. Yeah, TK had us a real love. And then got the nerve to come back up in here with no shoes on your feet and nothing but overalls on your back, making everything we believed in just look like dirt. Me and TK had us a real love. How could you do that? Now, y'all couldn't see that. I used to look up to you.
The only way you and this whole town ever seen me, sitting out there on that porch, silk dresses on, all high and mighty, just as ladylike as you please. That might have been the Janie y'all knew, but that wasn't the Janie I ever was. 说完自己心里的话，珍妮依偎在朋友面前，给他从头讲述了这个故事。至此，阿涛把这部影片就全部解说完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眼望上苍这部小说是美国非裔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于1937年创作的小说，被视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之作。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黑人女性珍妮的成长历程。从珍妮的3段婚姻中，我看到了女性对自我价值和自由爱情的不懈追求。珍妮的第一次婚姻是被安排的，她在这段关系中只是一个服从者，毫无幸福可言。这让我联想到许多传统女性在旧有婚姻模式下的无奈与压抑，被家庭和社会的期望束缚，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权利。而珍妮勇敢地选择了与乔私奔，这是她反抗的第一步。尽管乔也并非理想的伴侣，他的大男子主义依旧限制着珍妮，但珍妮在这段婚姻里逐渐觉醒，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应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她在与迪克的交往中，才真正体会到平等与爱的滋味。他们一起劳作，一起享受生活。珍妮在这段关系里绽放出了自己的光彩。然而命运弄人，迪克的意外离世给珍妮带来巨大打击，但此时的珍妮已不是当初那个懵懂的女孩，她经历了痛苦与成长，变得坚强而独立。这部小说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种族还是性别，都不应成为限制个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枷锁。珍妮在困境中不断探索、反抗，最终找到了自我。她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位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要勇敢地去追寻自己心中的那片天空，不要被外界的压力和传统的观念所禁锢，用自己的力量去书写属于自己